欢迎收看一文夜谈，我是玛丽莎。你会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吗？听说自助洗衣店是个蛮热门的灵异场所哦。有人说曾经看过没有人投币的洗衣机突然自己运转起来，这是机器短路吧？还有人说洗好的衣服拿出来变成红色的，衣服掉颜色了啦！更夸张的是，有人说看到洗衣机里出现一个人头在那里转，一定是衣服上的图案啦！你相信这些传说吗？还是其实有更恐怖的洗衣店鬼故事？多出来的那件衣服，这是一个网友在社群网站上分享的故事，我们就叫他嘉豪吧。嘉豪说，他一个人租房子住，平常衣服都是拿去附近的自助洗衣店洗。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拿着累积了一个星期的脏衣服去自助洗。他特地挑11点这个时间，想说用的人会比较少。果然店里没人，很多机器也空着，完全不用等。衣服洗好后，他就继续烘衣服。等衣服烘干后，已经超过午夜12点了。嘉豪急着回家，他就把衣服从烘衣机里拿出来，全部塞进提袋里就回家了。回家后，他才一面看电视，一面折衣服。折没几件，他发现他的衣服里面竟然多了一件女性上衣。哇，这谁的啊？一定是留在烘衣机里的。但嘉豪觉得，他打开烘衣机时，里面是空的啊。不过也有可能是他没有看清楚。现在多了这件衣服，怎么办？真麻烦。等下星期去洗衣服的时候再拿回去放好了。失主应该也不会差这件衣服吧？当晚嘉豪快3点才睡，但才睡着没多久，他就醒了。刚醒来时，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醒来，但他很快就发现，是因为他的床尾往下陷，就像有个人重重往他的床尾坐下去的那种感觉。嘉豪往床尾看去，不得了，他的床尾真的坐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人，留着一头长发，就静静坐在他的床尾。嘉豪吓得跳下床。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是你把我带回来的。嘉豪这才发现，那女人身上穿的正是他从自助洗衣店的烘衣机里不小心一起带回来的那件女性上衣。那个女人慢慢的站起来，又慢慢的转过身。嘉豪害怕的脑中一片空白。嘉豪突然惊醒过来，他赶紧下床，打开房间的灯。房间里一切正常，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吧。嘉豪回想刚才的梦境，觉得真不舒服，都是那件衣服害的。没有把那件衣服带回来的话，也不会做这种噩梦吧？怪不得有人说不要乱捡东西回家。但话说回来，那件衣服又不是他故意要带回来的。嘉豪决定了，他不管失主，他要现在就直接把那件衣服拿出来，拿去丢掉。可是那件衣服呢？嘉豪记得刚才随手放在平常装脏衣服的提袋里啊，但现在提袋里是空的，到底放哪里去了？嘉豪到处找着。你在找我吗？刚才噩梦里的女人赫然就站在嘉豪的背后。嘉豪也太倒霉了吧，莫名其妙就把女鬼带回家了。他好像应该先把衣服折好再回家，或者是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至少先检查一下呢。好啦，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事哦，也是和自助洗衣店有关的。没洗干净的白外套。这则故事是自助洗衣店老板阿成分享的。阿成说，他每天晚上都会去巡店，看看机器有没有问题，也顺便清洁整理一下店里。有天晚上，他照例去巡店，看到有台洗衣机没在转，门也是关着的，但里面好像有衣服。他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件白色的外套。这种事情还蛮常发生的，总会有人衣服洗好了也不来拿，就这样霸占着洗衣机，很讨厌。阿成把白外套拿出来，发现整件衣服都是干的，根本连洗都没洗吧。他再把外套摊开一看，发现胸口的位置有一块深褐色的污渍，看起来很像血迹。阿成觉得看起来有点毛，让人不太舒服，于是他把外套折好，还特意把那块像血迹的污渍包在里面，然后就把外套放在失物篮里，等那个人自己来把外套拿走吧。隔天晚上，阿成巡店时特地先看了一下失物篮，发现那件外套已经被拿走了。拿走就好。阿成继续检查店里，没多久他就发现那件白外套竟然又出现在另一台洗衣机里。阿成打开洗衣机，拿出外套，这绝对是同一件外套，因为胸口上同样有像血迹的污渍，而且一样是干的，没洗。阿成很不高兴，他现在认为那个人一定是不要这件外套了，
可能是觉得脏了，不想要了，所以就丢在这里。太过分了，要丢也不能丢在我的洗衣机里呀。阿成当场把那件外套和店里垃圾桶里的垃圾一起打包。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他也亲手把那包垃圾丢进垃圾车。但没想到，事隔一天，阿成晚上例行巡店时，他竟然又在一台洗衣机里看见那件白外套，绝对是相同的那件白外套，不但款式、材质一样，胸口上那像血迹的污渍更是错不了。阿成吓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心里发毛。他一时不知道能该怎么办，只能照样把外套折好，放进失物篮。第二天白天，阿成比较镇定了，他才想起来，店里有监视器啊，说不定有拍到什么，搞不好是有人故意恶作剧的。于是阿成查看洗衣店的监视器录影档案，结果在某天凌晨3点多时，画面角落突然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影，看起来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身影有点模糊，几乎是半透明的。那个女孩手上就拿着那件外套，她走到一台洗衣机前，打开门，把外套放进去，然后关上门后，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看了一阵。随后，女孩的身影竟然就慢慢消失了。这段画面让阿成惊呆了。一开始他很害怕，想过要请法师来做法，或者贴些符咒在店里，但他又担心，万一这样反而让这件事情传出去，那他的生意大概也不用做了吧。想到这一点，他觉得简直比撞鬼还可怕。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总不能不管吧？万一是客人捡到那件有血的外套？想到这里，阿成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天晚上，阿成来到洗衣店，果然又在洗衣机里看到那件白外套。阿成把外套拿出来，先在胸口的污渍上喷上去污剂，然后把外套放回洗衣机，加了强效洗衣精，接着投币开始清洗。洗好后，阿成检查外套，确认洗干净后，又把外套放进烘衣机里。等外套烘干后，阿成把外套整整齐齐的折好，放进失物篮，然后他对着空气说话：“小姐，我猜你是想把这些外套洗干净吧？我已经帮你洗得很干净了，请你自己来拿走哦。”据阿成说，隔天他再去巡店的时候，那件白色外套不在失物篮里，所有的洗衣机、烘衣机里也都找不到那件外套。从此之后，阿成就再也没有看过那件白色外套，他的店里也没有再发生任何其他的怪事了。听完今天的故事，你会不会以后不敢去自助洗衣店了呢？如果会有点怕的话，那就白天再去就好啦。我是玛丽莎，说故事的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请记得按赞、热推，也很期待你的留言。也要记得订阅频道哦，不要没有订阅频道，这样玛丽莎会很伤心，我还要安慰她，很麻烦。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一文夜谈，我们下次见。